好，来看这个维纳斯。维纳斯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看所有一对一、看感情纠缠之类的牌阵。那它算是我教学里面除去年运和四季占卜以外最难的牌阵，但你们用久了会发现它非常顺手。我是不建议看感情还要看个十几个牌阵、十几张牌的。有一些感情是有十几张牌的，什么凯尔特十字那个是10张牌吧，那个我觉得太复杂了。那这个牌阵它的逻辑非常严谨，所以我是推荐大家用的。好，然后如果上到 L3都不知道维纳斯牌阵每张牌对应什么位置，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啊！我再给大家过一遍，维纳斯一共8张牌，而且一定要记住，维纳斯是不需要建议的。如果8张牌的牌阵你都需要建议的话，那真的就是你没有把牌解透了。冲，车神，你会发财的。那就真的是你们没有把牌解透，所以在复杂牌阵的基础上是不需要加建议牌的。好，那第一张牌呢是什么？代表是问卜者自己的想法。位置2呢是对方真实的想法。位置3是这段关系对问卜者的影响。然后位置4是关系对对方的影响。位置5是这段关系的阻碍。位置6是这段关系最终的结果。但是这是最终的结果吗？这个结果是什么？什么样的结果？时间范围内，对，你问半年就是半年最终的结果，你是没有办法看他一生的结果，或者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正缘的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最终的结果是时间范围限制内的结果，懂了吗？好，那数字7呢是自己未来将来的心情或者将来的状态、将来的想法，它不影响。数字8是对方未来的想法、对方的心情、未来的心情、未来的状态，这一共是8个数字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拆解这个案例，我们要怎么去解读？首先我们来看跟问卜者有关的是哪几张牌呀？对，你们应该都看了那个牌阵解析，1、3、7跟问卜者有关，对吧？跟对方有关的呢？28。好，然后这2张就是关系相关的，这个关系的阻碍和关系的结果。所以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分别看，就是彼此，问卜者和对方他们之间各自想法的状态和状态的演变。比如你会看到状态和影响都很难受，但是未来好了，状态或者现状怎么样，未来又怎么样，这其实是能看到的，对吧？好，这是一种分析。那再来一种，哪几张牌是跟未来相关的？6、7、8。所以怎么只是7、8呢？怎么能不在乎对方呢？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去判断感情最终结果的时候，我们要参考哪2张牌？我们要去判断6号牌他俩最后会分手还是不会分手，还是他们结果是什么的时候，要参考哪2张牌？7和8，对吧？举个例子，他们前面现状感情吵架了，未来是一张6号牌，是一张世界牌正位啊。我要判断他们俩后面是继续好好谈恋爱，还是分开。如果7号牌的位置是一张宝剑9，8号牌的位置是一张圣杯8，那在这个时候我会判断出什么结果？分开了，或者至少在闹分开，或者他们不愿意突破舒适圈去相处了，对吧？但如果未来是一张恋人，7号牌是一张恋人，8号牌是一张圣杯6，出现世界牌呢？6号牌继续在一起，感情和谐，问题解决等等之类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要对一段关系去做定性定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维纳斯牌这里你需要参考6、7、8，你要综合参考。而且这个人愿意不愿意改变，你要参考这个。所以你会发现他解牌思路说起来很复杂，但你也可以理解为他很多元。你是可以通过找叠加信息去重复确认一个结论的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吗？这个好理解啊。所以你们下结论的时候是可以找不同的信息的。让我喝个水啊。好，那什么时候用维纳斯呢？侧重关系发展变化和复杂的程度。
意思就是，比如你只是聊聊天，没有很深沉，甚至见面都见不多，金字塔就够用了。后面还教一个恋人对应，侧重看想法。但你们之间的纠缠拉扯非常多，关系发展非常复杂，非常就是纠缠的很深呐、又是前任呐、又或者比如是什么前夫啊等等这种发生过很多事情了，那其实用这种维纳斯深度纠缠的比较适合。好，适用于有深度纠缠的情感，暧昧很久或者刚分手或者恋爱关系等等，然后彼此之间联系链接比较深，这个是啥意思啊？就是要不然你俩还有联系，你分手了半年了没必要看，对吧？分手了半年，你俩之间有啥阻碍？分手了半年，你俩之间最大的阻碍就是没有联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是那种已经没有什么链接的人就不用看这个牌阵了，链接强啊、链接深的等等可以看这个牌阵，能理解了吗？关于牌阵的选择，因为这个牌阵又看阻碍，又看未来，又看结果等等。